苏家，苏昌黎。自报家门的杀手还是头一次见。告诉你们名字，是因为你们很快就要死了。苏昌黎，此人甚是巨剑，功法霸道，看起来三人中有他为首。萧瑟，说来也是有趣的，咱们上一次闯荡江湖遇到的第一个对手也是杀手，不过这一次没有大师兄在，就只能靠我们自己了。说错了，是靠你。哎，萧瑟！师傅，弟子以后闯荡江湖需要注意什么事？只要记住8个字：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。可若是再快也打不过，那该怎么办？那你就记住4个字：打不过，跑。师傅，你还真是神机妙算啊！可就算这踏云步不耗内力，也极耗体力，这下麻烦了。原本计划着引开这几个人，给雷无界机会击败对手再会合。可看目前这情形，我已经快跑不动了，而雷无界那边也还被困着。萧瑟这混蛋，只有我追的，你们追不得。小心那2个。哼，你打不过这2个小贼也就算了，以为我也这般不济吗？没事吧？这么危险的东西你也敢瞎惹，就不怕打着我？那我又不姓唐，只能瞎惹我。大师兄的武器怎么在你手上？喝酒输给我的。行了，也得赶紧跟我去找雷无杰，他可能有危险了。那个叫苏昌黎的，我怕是低估他了。不错，能在我剑下坚持这么久，你足以自傲。我还没有结束呢。你虽然不是我的对手，但却有机会逃走，为何要与我死战？我若走了，你去追我朋友怎么办？好，重情重义，大好男儿，这颗头颅值得一看。师姐，萧瑟，你没事吧？几个小杀手还奈何不了我。哼，要不是本小姐赶到，你们早就死了。废话真多。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咱们刚才是不是就快死在那儿了？没错。你们不是有20尊守着吗？那得问这个傻子，干嘛非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，去什么望城山？师姐，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呀？总不能说他们出城之后我一直跟着呀。看我找到20尊，不告上一状，啊，就揍你们一顿。走吧。师姐。雪月城里寒衣，暗河苏沐雨。还记得多年之前，你我曾联手对付过一个人。当时的场景，此刻犹在眼前。
可你今日来到这里，是想杀我？就凭你一个人，杀不了我。这世上，恐怕没人能真的杀得了雪月剑仙。再加上一个我呢？暗河两个家主联手，哼，之前还从未有人有过这样的待遇。但想杀死我，犹未足够。我这儿有18柄剑，今日愿意全部断在这里，只求剑仙退回雪月城。快走啊！快点儿！这个好漂亮啊！买一个吧。挑一个。丢了！我们被那个拿着大剑的家伙阴魂不散的追了好几天，现在好不容易把他甩掉了，你告诉我岂不丢了？那苏昌里的剑那么大，那我打斗的时候被打丢了。这也不能怪我呀！少废话！钱老师，我没钱，我可是偷偷跑出来的。你怎么又偷偷跑出来了，师姐？还不带钱？我出来逛逛不行啊？你出来逛，你也要带钱呢。而且怎么逛就逛到萧瑟边上去了？前几日的时候，臭小子，把你这2把破剑先拿去当。那怎么成啊？我要是现在把这2把剑当了，我们出了这个城门就会被苏长礼给砍了。那就算侥幸逃脱，我也会被我师傅跟我姐给砍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现在不被那个苏昌礼给砍死，也得饿死在这九霄城。你们俩在这等我，我去想办法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这好，好多人啊！臭小子，跑哪儿去了？叶姐太美了。姐姐姐姐，你这么好看，叫你相公给你买朵花吧。我不喜欢花。重点是相公2个字吧？可是你看，大家都有花呢。最近是我们九霄城的花神节，我们这里的姑娘都有插花的习俗。那就买1朵吧。入乡随俗，就当求花神庇佑，报个平安。买一个吧。哇，是花神节的烟花，好美啊！始终如书签，从此策马江湖梦不复原。在想什么？想起小时候，每年元宵节我都会去烟火大会。我小时候啊，总被人挡着，我二爹就把我放在肩膀上。你呢？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雷门的人要是知道自己的火气被这么用，一定会被气死。啊？我要表演了！我要表演！我要表演了！乡亲父老们过来看看啊！过来看看！我要表演啦！好，好，再来一个！好，大家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。谢谢啊！谢谢。
雷门不逊啊！走，大哥，走。哇，人前的味道。你个臭小子！哎，小嫂，咱们现在死不了啊？是吗？啊！你再这么张扬下去，这百里之外的人就会知道，这儿有一个傻乎乎的雷门弟子，用霹雳子放烟花，到时候不死也得死。哎，先不说这些死不死的，咱们先去吃的好的。哎，哥哥，刚刚我看烟花入迷，你还没付钱呢。哟，肖老板，抠门的肖老板居然给切洛师姐买了束花。少废话，付钱。行，来，谢谢哥哥。去吧。走，带你们去吃顿好的。走吧。师傅，你回来了。叶若依拜见唐林月长老。大将军叶笑英之女。正是。师傅，不是说对叶姑娘的病有医治之法，才让我把她带回唐门的吗？司空长风是药王的传人，他尚且医不好，老太爷能有什么办法？况且老太爷已经闭关数月了，连我都没有见过他。那是谁传假消息给雪月城的呢？是我。一潭流水一潭月，半入江风半入云。若依今日要见的，并不是唐门长老，而是天启四守护之一玄武使。你今日来见我，是因为那个人出现了吗？当年琅琊王谋逆案中，琅琊王甘心赴死之前，将他最看重的六皇子萧楚河托付给了他的4位好友，也就是天启四守护。如今青龙和朱雀都已经见到了他，也到了该玄武使出现的时候了。天启四守护，师傅，难道你让我在雪月城等的人就是？你要重聚天启四守护，跟随萧楚河重返天启城。大将军叶笑英是把宝压在了六皇子身上吗？小的时候见到他，觉得这样的人就该登上那个位置。我不管父亲怎么选，反正我选他。只可惜你来晚了。来晚了？你看外面。师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雪月城背后有3大世家支持：唐门、雷家和温家。其中唐门与雷家一直不睦，与雪月城结盟只是形势所趋，以及我与3位城主交好的原因。如今形势有变，看来唐门的老爷子们有了新的想法。新的想法？现在雪月城里，只靠枪仙一个人，已经镇不住唐门的老爷子们了。有人悄悄拜访了他们，那个人开出的筹码，可是要比雪月城高得多。是什么人？北离2皇子，白王萧崇。唐莲，百里东君都教你什么武功了？百里师傅教了我一套内功心法，叫垂天，以及一套拳法叫海运。百里师傅说，心法强身，拳法护身。平日里对决，还是以唐门的外防绝技为主。百里东君大概是看出你性格过于平实，所以传了这2套武功。这2套武功的精髓在于逍遥2字，但你似乎并没有明白。是，还请师傅指点。当年唐门那么多弟子，我选中你，便是因为你的平实，但平时也会害你。人生在世，总要做出取舍。
叶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就是有点累了。脉象怎么会如此之乱？他们要来了，我们快走。我们已经到了。师叔，随我回去。你要忤逆师门吗？可我偏偏有2个师门，但你姓唐，为何非要如此？难道唐门真的要做叛蒙背义之师吗？这不是你该想的事情。身为唐门子弟，你只需要懂得遵从。可百里师傅告诉我，凡做事之前，先问本心。够了，唐林，你姓唐，唐门的唐。当初是你们送他去血月城，如今却要斩断他与血月城的关系。百年世家，现求唐门，就是这么对待门内弟子的吗？唐莲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你可是唐门这一辈最优秀的弟子，我希望你不要做出错误的选择。唐莲，叶姑娘，你赶紧走，找到最近的兵衙，走。叶姑娘，小心！好久不用这类武功，都会忘记叫什么名字了。自在心中生功。对，就是这个名字。叶安石，在天外天我叫叶安石，如今再回中原，还是叫我吴心吧。多谢大舅。我当是谁呀？上回放你回到天外天，这次你竟然还敢跑回中原？放我回，就凭你？走了。截住景霞了吗？今日得到消息，暗河苏家家主苏沐雨和谢家家主谢奇刀合力阻止李寒一北上，但李寒一看穿了埋伏，最终突围而去，目前行踪不明。看来暗河已经动手了，老九也太擅作主张了。唐门三老呢？那3位老爷子原本不想露面，可那时李寒一已经突围而去了，他们迫不得已现身，也没有追得上。至于唐门为何会和暗河联手，我猜是九皇子在动身之前就已知晓了唐门，他们知道殿下与九皇子的关系，便以为这是殿下下的命令。老九为何会如此确认暗河会和他协作？因为九皇子他冒充了一个人。谁？萧楚河。外公，我来了。你来啦？啊，吴外公要给我一把什么剑？当然是世上最好的剑之一啦。最好的剑之一？莫不是在剑谱之中？来，你看看这两边的剑谱，10大名剑，乃是当今世上最好的剑。你看看，这剑谱第10，无忧，其剑银白如玉，剑身修齐秀丽，不似人间之剑，隐隐有飘然的仙风。现传人不知。这剑谱第9，霜雪，其剑乃是雌雄双剑，秋之霜，冬之雪，单剑平凡，可是双剑合璧，却有神威。现传人不知。这剑谱第8，皓阙，其剑可称得上人间正气第1剑，浩然正气，可斩千魔。原北离大都护所佩之剑，现藏于天启城的天剑阁，由剑奴守之。这剑谱第7，洞千山，其剑的剑气是浩瀚无比，一剑起动千山，起万朝。这10大名剑之中，
为当世铸剑师所铸之剑，现传人不知。这剑谱第6，青霄，其剑乃是望城山的镇山之宝，历任掌门所佩之剑，现传人为望城山掌教赵玉珍，位列5大剑仙之玄剑仙。你再来看看这边，这剑谱第5，破军，其剑钝而厚重，非天生神力不能无，称王霸之剑，现为怒剑仙严战天佩剑。剑谱第4，这世上的剑，有的是4个字，有的是3个，最多的是2个字。但是这把剑，它只有1个字。心。对，这剑谱第4，心，唯一一把以单字命名的剑。这剑可通灵啊！它与剑主心意相同，剑意纯粹，可断凡剑剑意。其剑为剑心中历任传人所佩之剑，现传给雷无节。外公是想把这柄剑传给我？这把剑本来就是你母亲所佩之剑。现在由你来继承，那也是理所应当的嘛。不过，有人认为，剑是剑，人是人。比如你姐姐，她不愿意接过这柄新剑，却偏偏跑到那个昆仑去求什么铁马冰河。但是有人觉得，剑即是心，心亦可作剑。比如你的母亲。外公能给我讲讲我母亲的事吗？你母亲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呐，她善良聪明，性格温柔，又是天下难得一遇的奇才呀。哼，若不是遇到那个天杀的雷梦莎，她定会是剑种的传人的。母亲是怎么认识父亲的呀？这个雷梦莎与他的那个好兄弟百里东军，到我这剑心中来造访，不好好的待在剑阁里，却非要偏偏跑到那剑心崖。你跑到剑心崖也就算了，可他偏偏要与新月比武。你比武也就算了，可他偏偏却赢了。你赢了也就算了，可他偏偏……外公，我怎么听出了一股吃醋的语气呢？哼，从那以后啊，你母亲新月天天吵着要和这个雷梦莎去闯荡江湖。我就想啊，这闯就闯吧，这年纪轻轻的，总不能一辈子窝在这山谷里吧？更何况这雷梦莎也是一表人才，又是世家子弟，于是我就答应了。哎呀，这些年啊，我真是后悔呀！我就问我自己，我为什么要答应呢？我就应该把他给留下来。哎，小子，你说说，如果当初我要是留下来的话，那是不是跟今天就不一样了？是，那就可能没有我了。哎，你这个臭小子啊，你的性格怎么跟你父亲是一模一样啊？一副子没心没肺的样子。外公，你不是还有我和我姐吗？我们会经常来看您的。看我可以，打我剑的主意不行。外公，你自己说要把新剑传给我的，你可不能后悔了。哈哈哈！你个傻小子啊！这把剑可不是一般的剑呐，就算我要送你，那也得看它应不应你呀。
小子，你不要总想着如何控制这把剑，你呀，要用心的与他交流，他才会回应你的。再试试。小杰，好久不见了。阿娘，真的是你吗？阿娘，我只是你心里的想象，是心剑与你产生了共鸣，幻化出了我的样子。阿娘，我真的好想你，阿娘。我和姐姐还有外公都已经重逢了，若是你和阿爹还在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像小时候那样一起生活了。傻孩子了，没关系。只要你心里一直想着我们一家人就永远在一起。对了，阿娘，我现在已经是青龙守护了，可是我不知道作为一个真正的守护到底应该做点什么。在我回答你之前，你先告诉我，你为何执剑？因为我有想保护的人。对于守护来说，执剑的意义就是守护想要守护的人。想要守护的人，守护想要守护的人，守护想要守护的人，守护想要守护的人。好，时隔10年，这把仙剑终于有了自己真正的主人了。守护想要守护的人，阿娘，放心吧，孩儿定不负使命。小子，听说你躲了1夜的追杀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明天一早，再试试这把新剑的威力。外公，你这剩下的剑你都还没讲呢。虽然说剑谱前3甲我已经听过很多遍了，不过呀，从天下第1铸剑师的嘴里讲出来，那还是非同凡响的。好，我就应了你。来，这剑谱第3，铁马冰河，其剑乃是世间极寒之剑，原封在昆仑之巅，曾为绝世昆仑剑仙所有，现为雪月剑仙李寒一所配。阿姐可真是厉害，不继承新剑，去继承那把更厉害的。我说你这个臭小子啊！既然有了新剑，就应该说新剑是最厉害的。咱们能输给阿姐不丢人。这剑谱第2，大明朱雀，其剑为无双城镇城之宝，现藏于无双的剑匣之中。这剑意锋锐，出剑必见血可翻，现为无双城的城主无双所有。也不知道无双什么时候才能拔出这把剑。能拔出大明朱雀的，就证明他已经是剑仙了。那就只剩下最后这一。外公，这最后一柄剑怎么是空白的呀？我告诉你，这剑谱第1，天斩，天下第1剑，天道之剑，非天命之人所不能持。现供于钦天监，有国师齐天辰守之。这天斩乃是开国皇帝留下来的神剑，已经有几百年未曾现世了。我虽然是剑心中的种主，我也没有见过此剑，自然也就画不出来呀。这几百年都不现世，他不会都锈了吧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
像本朝的开国皇帝那般的天命之人，又岂能是那么容易便出现的？师姐，明轩兄，让你们担心了。哎，不用跟我们道歉，好好慰劳一下你自己的马吧。骆刺猬，你跟我们一起去雷家堡吗？不是，什么刺猬？你看你这样子，活脱脱就是一个人形刺猬嘛。啊，那我就当你是嫉妒我了啊。行了，我不跟你们去雷家堡了，这师傅还等着我，回去晚了又骂我。哎，诸位，接下来的路靠你们自己了，保重。保重。你先好好休息吧。多谢。这个美人天生心脉不全，能活到现在，还真是个奇迹啊。的确，她在雪月城医治了很多年。她叫叶若依，也是雷师弟心心挂念的梦中情人。啊？那傻小子情窦初开了，快带我去见他。话说你这次回来，准备做什么？来看望故友。枪签让我回天外天，我回了，但是也没说我不能再回北离啊。毕竟我不来的话，你们就要死了。什么意思？你以为现在只有你被人追杀吗？我得到的消息是，萧瑟和雷无杰出了雪月城之后，并没有直接前往雷家堡，而是去了望城山。他们下山之后，行踪便消失了。我循着踪迹而来，却只找到了这个。上面写着，你们在唐门被人伏击，请求协助。信鸽告诉我说，他原本是要飞往天启城的，只是在中途被我截下了。信鸽？你还能跟信鸽说话？天地万物自有灵性，我还能与花鸟鱼木说话呢，你信不信？这信鸽不是我放的。当然不是你。信鸽和我说，是那个叶若依放的。哎，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啊！雷无界要打大没了。哼，什么意思？因为他们的行踪被泄露了，信鸽所带信息还未传到大将军府，就被别人拦截了。雷无界和萧瑟有这么重要吗？原本我以为他们只对我重要，却也没有想到啊。明侯，你们是一伙的。是我让他来这里接应我们的。他神志已失，但杀手的敏锐还在，你不要轻易靠近他。他为何会如此听你的话？这就说来话长了。这是好强的气场！你看到他拔剑了吗？他没有拔剑，只用剑鞘就将明侯逼了回来。唉，为什么我一回江湖，遇到的都是这种绝世高手？哎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那个女人，我才压制住她的伤势。若是再经历一场大战，只怕神仙也难救。你先带她走，我来拖住这个人。你能行吗？士为3日，当刮目相看。我们分开这么久，如今就算来个刀仙剑仙，我也定能不落下风。好，你小心点儿。
前辈，你的对手是我。神足通，天眼通。没错了，都是些厉害的武功。还有这个，叶鼎之的大家业长。我知道你是谁了。我也大概猜到了你几分，但是要看过了你的剑，才能确认。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资格。还是大家业长，这招叫罗汉定。罗汉定身，就算是佛陀也定不住我的身。你不是想看我的剑吗？今天我就让你好好看看。破军剑，天下名剑位列第5，号称王霸之剑。你果然是怒剑仙。老太爷，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唐莲呢？天外天宗主叶安世救走了唐莲。哼，什么天外天的宗主，不过是一个10几岁的孩子罢了。同是一辈的弟子，你不如莲月太多。是。唐莲走了就走了吧，只是这个女孩子是个麻烦。大将军叶孝英惹上这样的人，以后唐门的路可不好走了，只能寄希望于我的一位老朋友了。老朋友？此刻他正巧在来唐门的路上，原本应该早就到了。陆剑仙前辈，恕晚辈无礼，还是想再问一句：你我素不相识，为何一定要生死相逼呢？因为你是叶鼎之的儿子。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没有跟你老子交手。所以你就来欺负他的儿子，这恐怕有失长辈所为吧？所以就想杀了你，解一解心中的气。前辈想杀我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怎么不容易？年红，快跑！这家伙我们搞不定。快走！无法无相功，这就是当年叶鼎之所用的功夫。好，还不够好。走。老太爷好身手。穆雨墨，你来晚了。偶尔也让老爷子等一等奴家嘛。唉，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，我一个行将就木之人，可不会中了你的媚术。这可说笑了。老爷子可是不管年少年长，都是个绝情的人。和你一样绝情的那个弟子呢？今天怎么没来？他在莲月阁。事成之前，他不会踏出那座阁。说正事儿吧，你还有个客人没到。怕是不会来了。我了解他，要么他来了，要么他不来。怒剑先言战天，可从来不会迟来。这件事没有他不好办，但也不是办不成。还以为能见到大名鼎鼎的怒剑仙呢，结果聊来聊去，还是和老爷子你聊了家常，真是无趣。哼，千珠之阵，那老太爷的筹码呢？
绝妙啊！唐门最隐秘的毒，配上我暗河最隐秘的阵，此行我们势在必得。可莫要低估了我们的对手。贵客何人？是暗河的大家长。北离二皇子，白王萧崇。我等着见你的这一天，已经很久了。你在等我？是。你有一个好弟弟，他冒充了一个人，骗取我暗河的邪主。虽然他身份金贵，但我暗河杀人，从来不管什么身份，所以他该死。还请大家长手下留情。我若没有手下留情，他从见到我的那一刻便已经死了。九皇子想请我暗河和唐门联手，覆灭雷门。而雷门是雪月城的重要盟友，灭了雷门，就等于毁掉了雪月城的半只臂膀。这桩买卖对我暗河来说不亏，但是覆灭雷门只是前驱。你找到我，这件事情才刚刚开始。刚刚开始？对，我说我在等你，是因为这天启城的皇子中，我一开始选择的就是你。我助你登上庙堂之高，而你则要让我暗河的水潮淹没整个江湖。二哥，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吗？皇兄，卷下知错了。还不快和大家长道歉？不必了。你早就知道我身份。年轻人，你太小看暗河了。从你踏入暗河的那一天，我们就已经知道你的身份。之所以不杀你，是因为白王萧崇，你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。大家长，恕我直言，暗河不是我的选择。你这么拒绝我，就不怕我把你们都杀了吗？哼，我想大家长应当不会做出这种不利之事。不过我们之间的选择已经无法避免了。白王殿下，有些决定不要下得太早了。天天都吃着馒头，人都给我吃瘦了。有馒头吃就不错了。谁让你从剑冢走，也不知道跟你外公要些银两。剑心冢卖的剑，每把都价值千金。你外公也算的是江湖前3甲的富豪，怎么就有你这么一个穷酸外孙？你怎么不早说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哎，前面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去看看。老朽也无能为力呀。小子，知府大人悬赏1000两纹银寻找大夫，1000两纹银呢？咱们3个懂医术吗？1000两纹银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要懂什么医术啊？你不是有那什么蓬莱丹，一枚30瓦吗？小点声行不行？
你知道那一颗蓬莱丹值多少银子？你知道那颗3日丸如果传出去，会有多少人要来抢？我雷无极定当不负母亲遗命。对了，姐，你说他被流放了，那我应该去哪儿找这六皇子？你不知道？我应该知道吗？那位皇子不过比你大上几岁，传说被贬出城后，就遭遇了仇家的伏击，一身功力全废，此后便下落不明了。下落不明？那我岂不是还得到处去找？罢了，现在也不必知道这些。或许像现在这般走下去，才是最好的结果。阿姐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没什么，你不必去寻他。相信我，当他遇到真正的危险之时，你一定会出现在他身旁。那个傻小子，希望李寒衣别把青龙令牌传给他吧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哟，哈哈，重儿来了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坐。谢父皇。哎呀，重儿，你是故众多的皇子中最为稳重的一个，啊，喝茶。也是故呢最值得信任的孩子，很好啊。只是你的眼疾一直让父皇放心不下。最近太医院找到什么办法了吗？回父皇，儿臣一直在服用汤药，这么多年，也只是勉强能看到些虚影。故会派他们继续去寻找名医的。重儿，总有一天，你的眼睛会治好的，啊！让父皇操心了。对了，父皇，不知今日召见儿臣，所为何事啊？哦，故听说天外天那个质子回去了。12年约已满，按理来说是该回去了。对了，父皇，这件事情不是已经交给锦仙公公处理了吗？既然锦仙公公同意放他走，就是觉得他对我们北离不再造成威胁了。他个孩子家，能刮起怎样的风浪？姑才不在乎这些呢。只是姑呢，收到的消息是，在他的身边有一个人陪伴。那个人嘛，好像就是楚河呀。楚河？一定是有人妄言，六弟怎么会和魔教之子混迹在一起？姑不在乎这个。父皇，儿臣不太明白您的意思。姑找了他这么多年，却一直没有半点消息。如今呢，终于出现了一个跟他相似的人。他跟谁混迹在一起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听锦仙说，那魔教质子风姿卓绝，跟老六也颇有几分相似。他们两个能成为朋友，并不令人奇怪。父皇的意思是想让儿臣去探一探这消息的虚实。是啊，重儿，你可愿意替父皇去做这件事儿？重儿愿意一试，如果消息属实，重儿一定竭尽全力
把老刘带回来。好，虫儿，带上姑的口谕，告诉他，只要他愿意回来，姑可以免去他的一切罪过，还他的皇子身份，甚至他可以重袭王爷之位。只要他能回来，那他就是永安王萧楚河。儿臣遵旨。嘿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这才过了1日，你怎么又逃下来了？自从我接了我姐3剑之后，便不用在苍山上继续练剑了。我姐说，只要我每日花几个时辰专心练剑，剩下的时间可以在雪月城自有安排。嘿嘿。摘下了师傅的面具后，相认了姐弟的身份，倒是变得宠溺起来了。看来这天底下的姐姐都是一个样子，雪月剑仙也不能免俗。哎，你怎么对雪月剑仙是瓦解这件事情一点都不感到惊讶呢？这有什么好惊讶的？你是雷门的人，李寒衣是雷梦莎的女儿，你们本就是血亲，只是关系亲疏的问题罢了。传闻新剑传人李新月是江湖4大美人之一，且极为聪慧，怎么就有你这样的傻儿子呢？哎，那不是还有我爹吗？哎，我爹雷梦莎怎么样啊？战场之上身披银甲，脚踏神驹，是个鬼神般的人物。那战场之下呢？话痨起来闯祸，琅琊王对其十分头疼。哦，我就是我爹，不对，我随我爹，我姐随我娘亲。所以你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？哦，对了，你对雪月剑仙是我姐这件事情不感到惊讶，我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让你惊讶到下巴都掉到地上去。是吗？萧老板，我天下百想。能让我惊讶的事，可没几件。千落师姐要嫁人了，哎，你看，是不是很惊讶？从哪儿听来的小道消息？那自然是听我姐说的呀。所以千落最近忙着找夫婿，哪来的夫婿啊？她最近抓紧练武呢。刘姐，我有点不太习惯我们现在的对话方式啊，总感觉你我的身份好像反了。以前那个平时一问3不知的人，不应该是你吗？哎，那是平时我都让着你的。哎呀，罢了罢了，我就一口气说完。这事儿就要从3年前开始说起了。那年千落师姐及笄，江南段家少主前来求婚，请了10个门派的长老，段家上下3辆马车的聘礼来雪月城订婚。那3城主自然是看不上段家那小子了，于是想了一个缓兵之计。莫不是比武招亲？哎，你不是不知道吗？有点脑子的人都能猜得出来。啊，你说的没错，的确是比武招亲，而且算到现在，就是3日之后。既然是他们比武招亲，司空千落亮我做什么？唉，那是因为千落师姐又加了一条规矩，说那人必须还得打得过她才行。那段家自然是不同意了，说什么女子嫁夫须得温婉庄闲，不应该执迷于舞刀弄剑之事。于是呢，这条规矩就做了一些变更。若是雪月城的弟子拔得头筹，就还得过师姐这一关。明白了，这司空千落压根就不想嫁，他是让雪月城弟子先赢下来，他在上面把人给挡下来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你们这一个个家伙，平时不好好练武，一到关键时刻，就这么不堪一击。千落师姐不仅自己勤学苦练，
还帮其他弟子训练呢。击败那个姓段的没什么难的，我那天看到他出手了。他最后一道暗器虽然将唐莲逼入绝境，但其实是因为唐莲不愿出手伤其性命，故意放手。哦，若论实力，唐莲远在他之上。我怎么听见有人在夸我呀？哎，大师兄。我只是阐述事实罢了。哎，既然你们大小姐遇到了大问题，你这个做大师兄的，是不是该出手相助一下？我不能出手。为什么？若我出手，最后就剩下我跟千洛一战。以雪月城的威严和千洛的性格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我自然不能像登天阁放水雷无节一样放水千洛。再说了，这么多年，我跟千洛早已如兄妹一般，总不能真的让我娶了她吧？哼，哪那么多理由？我看你就是怕参加比武大会，被天女蕊知道了，破坏你们俩的感情呗。你再乱说，我可揍你啊！我相信大师兄是真心的。还是雷师弟懂我。相信什么呀？对天女蕊是真心的。我看你小子也欠揍了。哎，我不说。不对，我不能去，雷无节你可以去。那我不行。为什么？那我说实话，要是若依姑娘知道了，她以为我中意的是千洛师姐，到时候我解释不清啊。那你想多了，人家叶姑娘根本不会在意的。万一呢？你们在聊什么呢？我们在聊，想让雷无节帮你打擂台。啊！本小姐的事儿，要你多管闲事儿。千洛，千洛，我忽然有个想法，雷无节。大师兄，看到此情此景，就连我都很难不产生这个想法。小四，别跑！这才刚刚消停几天呢，又开始了。我这个女儿啊，我倒不这么认为。他们这个年纪，越喜欢一个人，就越喜欢跟他作对。只可惜3天后的比武招亲，我还没有想到一个万全之策。实在不行就耍赖吧。耍赖这个事儿，大城主老干，你不妨试一试。他耍赖是因为有我在后面给他收拾烂摊子。我要是耍赖的话，那整个雪月城的威严可就荡然无存了。难不成真的让千洛嫁出去了？千洛要嫁，一定要嫁给她自己喜欢的人。这个事情交由我来办。我左看右看，整个雪月城能够出战的，确实是你那个弟子，骆明轩。哎，师傅，你怎么突然来登天阁了？我来看看我的好徒儿有没有好好习武啊。放心吧，师傅。最近呢，我一直在研究这个仙人六伯，越看越有几分门道了。相信我，总有一天我一定能悟出其中剑法的奥妙。你别看那些人一个个现在威风凛凛的，等我成了剑仙，定给师傅你争光。现在就有替我争光的机会，去不去？师傅，你该不会让我替千洛师姐打擂台吧？我可不喜欢她，她那杆枪那么厉害，我想想都害怕。怕什么呀？女孩嘛，就是嫁了人以后才会变得温柔。以前千洛的娘亲是很厉害的，千里奔袭，追到司空长风以后，一脚就把她从马上踹下去了。可是后来呢，还不是雪月城最温柔、最美丽的女人？那我还是觉得师傅你更美一些。就你胡诌！你入城拜师的时候，千洛娘亲已经走了，你根本就没有见到她。说吧，为什么不愿意打这擂台？
些涟漪，微风中一小记忆。殿下，请用茶。坐吧。许久未见到白王殿下了，没想到再次见到殿下，却让殿下见到了这番狼狈的景象。无妨，无论是多么狼狈，本王也都是看不见的。哦，长风失言了。本王只是跟朱雀使开个玩笑罢了。白王殿下所开的玩笑，向来都不是很好笑的。本王记得，儿时见到朱雀使，朱雀使总是劝我，不要活得那么累，开心一点，多笑一笑。这么多年，本王一直记在心里。可却再见到朱雀使，朱雀使依然觉得本王不好笑。哦，那倒不是，只是比起以前，好笑了些。也罢，本王跟其他皇子相比，因为这双眼睛，确实多了几分悲凉。今日之事，多谢白王殿下仗义出手。就算我不出手，朱雀使想要解决，也是易如反掌，只不过会慢一些。今日本王有急事，所以就越俎代庖了。哦，但不知白王殿下所说的急事是什么事呢？本王有一份口谕要传。放心，这份口谕不是给朱雀使的。我不做朱雀使已经很多年了，我现在只不过是这雪月城中的一个大管家。那我就唤你司空城主。这样听起来顺耳多了。这份口谕是传给那个人的。其实今日之前，我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在这里，直到方才。虽然我看不见，不过这么多年，他那给人惊喜又给人惊吓的习惯，却依然没有改变。那这件事情，便是你们之间的事情了，跟雪月城毫无关系。我听说，他拜你为师，是我要收他为徒，他既没有答应，但也没有拒绝。本王明白了，司空城主是想让雪月城与这件事情撇清关系。这世上，敢不接圣上口谕的人少之又少，而接了又不听的人，则是更少。但他恰巧是其中之一。那我雪月城想跟这件事情撇清关系，有什么错吗？本王明白了。都怪你，
你说你为什么不多打一下？你那么着急的下去，你是怕世界主动投降，你不得不娶她呀？雷无姐，你再胡说八道，我就撕了你的嘴！谁会想先投降？谁会想嫁给这个家伙？千洛，这一次萧瑟的确出了不少力，若没他的话，今日怕是很难收场。还有那个骆明轩师弟，等他伤好以后，你也去看看他。他若不是被人暗算，也能替你打赢那个段玄衡。萧瑟，多谢了。不客气。我司空千洛欠了别人的一定会还。要是萧瑟你哪天需要我拼命，我一定义不容辞，把这次的恩情给还了。不必了。萧瑟，平时不是挺热心肠的吗？你怎么整天摆着个臭脸啊？谁热心肠？你呀！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都没叫他上去，他自己一下冲就上去了。真的？千真万确。我那是因为那个姓段的小子太讨人厌了，我单纯看不惯他而已。那也行，总之吧，今天我雷无节认可你了。我要你认可。啊，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比武招亲这件事呢，总算是过去了。白王殿下也能当场证明这场比武的公正性，想来他们日后也不敢再说些什么。对啊，大师兄，那个王爷好威风啊，现场几百人一下就跪下了。但是，为什么城主是半跪呢？三师尊曾经是天启城4大守护之一的朱雀使，面圣都可以行半礼，一个王爷，自然也没有资格让他行全礼。哦，原来城主是朱雀使啊！哎，那乾隆时节岂不是朱雀令的传人？阿爹跟我提过此事，我才不感兴趣呢。我又不认识那个人，凭什么做什么守护啊？对了，我阿爹可以半跪，萧瑟你为什么不跪啊？对啊，我腿脚不太好。这师兄，你看他又在那胡诌。我祖上有些荣印，可以面圣不跪。你看这个答案可以吗？真的？看你平时抠抠搜搜，还世家出身呢。哎，对了，大师兄，你说他一个天启城的王爷来我们雪月城干嘛呀？应当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和三师尊商议吧。毕竟三师尊曾经是朱雀使，当今圣上能够登基，三师尊也有一份功劳。但是天启城的王爷突然来雪月城了，总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。父亲早就说过，最讨厌的就是那座城里的人了。我倒是觉得那个白王殿下挺不错的，不过就是眼睛有那么一点不对劲儿。因为他看不见。看不见？他幼年时期拿了别人盘中的一块糕点，吃了之后就瞎了。这么多年明德帝寻遍天下名医也没能治好他。也是个可怜的人呢。萧瑟，尹长老，白王殿下在后院等你，你先过去一趟。尹长老，那个白王殿下找萧瑟干嘛呀？他们应该在天启学宫就过学。原来是同窗。哎，同窗。我是个瞎子，我看不到你，而你却能看到我。怎么？既然都见到了，也不唤我一声吗？参见白王殿下。你就是这么叫我的？我只是一介庶民，
见了当今二皇子白王殿下，还能怎么叫？毕竟叫错是要杀头的。那你可知道，白日见我不贵，也是要杀头的。我的头就在这儿，殿下若是喜欢，拿去便是。你说话不像从前那般锋锐了，就是有些有气无力的。不过你耍赖的样子，还是像从前一样。还是唤我一声二哥吧，好多年都没有听到了。我叫萧瑟，只是一间普通客栈的老板，没有资格唤白王殿下为二哥。那好，雪落山庄萧瑟，草民在，接旨。接旨，接旨。奉圣上口谕，赦免六皇子萧楚河过去一切罪错，恢复皇子身份，承袭永安王爵位，赏黄金10000两，珠宝100箱，即刻速回天启城复命。还不谢恩？我拒绝这道口谕。你敢不接？我就是不接。为何不接？赦免六皇子过往一切罪错。我的过往何错之有？虽然看不见，但我也能猜到此刻你的神情。既然殿下猜到了，那就还请殿下将这道口谕带回去。听完口谕，你还是不肯唤我一声二哥。看来你是真的不打算回去了。殿下难道希望我回去吗？当年我离城而去，有一人提剑而来，正是怒剑仙爷战天，当世5大高手之一。据我所知，他也是殿下的授业恩师。不管你信不信，并不是我派他前去的。并不是你派去的，那他去前你是否知道呢？是否知道又假装不知道呢？所以你认为你的伤是战天师傅造成的？就算最后一剑不是他出的，倘若他不在，很多事情都不会被改变。罢了，很多事情还是回天启城再说吧。本王给你3日时间，你好好考虑考虑，是否要接下这道口谕，同我回家。殿下，我在外面都听到了，这萧楚河如此大逆不道，直接上报陛下，让陛下收回成命，然后再重重治他的罪。臧明，这些话你只能同本王说。为何？记住，我与他并无恩怨。可当年那块糕饼是他。当年我们只是孩子。白王说他是奉皇命要带你回去的，不过看着他赖着不走的样子，你应该是拒绝他了。那3城主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拒绝呢？我不知道他提了什么条件，
不过看他的样子，从他的口谕中，应该有着让很多人都惊讶的条件。对，但也有让我不得不拒绝的理由。唉，三城主是不是觉得我应该跟着一块儿回去？我理解你心中的坚持，不过我觉得，如果此时你回到天启的话，会使很多问题都变得很简单，与你父皇，与过去的那件事情，都有很多好处。没错，父皇已经做了很大的妥协，以他的性子，能让步至此已是极限。听说白王给了你3天时间，怎么？三城主难不成也成为他的说客之一？我司空长风从来不会做任何人的说客，我只是觉得，如果此时你回到天启，不失为一个不错的决定。我当然知道。好，那我便不打扰了。哦，对了，你觉得我的女儿怎么样？枪法不错，得了城主真传。嗨，谁问你枪法了？我是说，她的容貌。哦，容貌得了娘亲真传。那性格呢？性格嘛，自成一派，不过还挺特别的。如果此时你回到天启的话，会使很多问题都变得很简单，与你父皇，与过去的那件事情，都有很多好处。3日。无心啊，怎么每次我心烦的时候你都会出现呢？说明肖老板心中还是信任我的。心烦意乱，只有见到至交好友，方能安神静心。在我的梦境当中，你还是这么自恋。我也不晓得，肖老板心中所烦何事？一件纠缠了很久的事，也坚持了很久的事。有些事情坚持很久，并没有必要。或许换个方式，会走得更加长远。你也这么觉得？而有些事则不然。世人皆认为不值得，也要坚持；一直看不到希望，也要坚持；就算到死，也要坚持。这样的事很少，但我想，以你的性格，一定会遇到。无心，可解了你心中疑惑？笑话！我只说过心烦，但我从未有过疑惑。白王殿下来到雪月城有几日了？算上来的那一日，已是第4日了。可如白王听闻般的那般有趣啊？比本王想象的要平凡一些。雪月城其实就是一座很平凡的城，只是江湖上有很多人赋予它太多额外的意义。不过，也正是因为它的平凡，所以才显得很特殊。这雪月城乃是100年前几位绝世高人建立起来的避世之所，只不过现在被太多人所注意，这背离了那些前辈们的初衷啊。身处凡尘，谁能真正的避世呢？当年城主还是朱雀使的时候，可是一枪
扫荡了半个天启。唉，那都是从前的事情了。可是从那以后，城主似乎已经有20年没有回过天启了。白王，您是想问我，是否会像当年支持你父皇那样，支持萧瑟？不敢妄言。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支持过你父皇，我所支持的，始终都是琅琊王。怎么，这话听起来是不是有些大逆不道啊？是，但我就是说了，你向你父皇告状去吧，他也不敢说什么，因为这就是事实。就好像你刚才问我的问题，我也可以回答你，是。只是本王没有想到，城主的回答如此果决。我雪月城做事向来果决，但我所说的支持，并不是支持他去抢夺什么，而是支持他所有的决定。就好像他现在在雪月城做一个账房先生，哪怕就是做上一辈子，我也是支持的。毕竟这萧瑟算起账来，真的是一绝呀。本王明白了。楚河，3日期限已到。那你明日岂不是就要回去了？得到你的答案，我便会离开。恢复皇子身份，承袭永安王爵位，这个条件确实很难让人拒绝。你我都了解父皇的脾气，他肯下这道口谕，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。其实只要我跟你回去，我便从此不用再流浪江湖，我就可以回到天启城，回到我那处真正的雪落山中。我可以每天都去碉楼小筑饮酒，去千金台豪赌，去碧波湖观景。就连我这一身内伤，也有最好的医师帮我调理，最好的药材供我滋养。自然，甚至就连我最想查清的那件事，也有更多希望去调查。你只要告诉我你的答案，回到天启城之后，做什么，由你自己来决定。好，那我就告诉你我的答案。我萧瑟拒绝这道口谕。为什么？你刚才已经说了那么多值得回去的理由，却仍旧拒绝了。因为我一旦跟你回去，便等同于认同了我过往所做皆是罪错。既然我过往所做都是罪错，那便相当于这世上唯一能为琅琊王叔平反之人也认错了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琅琊王谋逆一案，御史台早已结案，琅琊王也已伏诛。这意味着琅琊王叔一生清白，留在这世上最后的一丝希望也将荡然无存。他将背上叛国谋权的大罪，被钉在我北离朝的耻辱柱上，生生世世遭人唾骂。你一人坚持，有何意义呀？有我萧瑟坚守，那至少这世上还有人为其反抗。这样，琅琊王叔当年不惧生死，拼杀于战场，救黎明苍生于水火的壮举，就还有意义。没错，就我一人，那又如何？除非我死，我这辈子都不认错。抗
是不尊，乃是死罪。那你敢杀我吗？你若是敢，现在就动手；你若是不敢，就回去找你的父皇，请一道取我首级的圣旨来。殿下，带他走。是。你又何必要演这出戏呢？再来！萧瑟，走。殿下，方才萧楚河所言何意？本王临行前曾经答应过父皇，一定要办成此事。但从遇到他的那刻起，本王便已经猜到，他是不会离开的。为何？因为他身上的锋锐，并没有消失，所以本王就演了一出戏，等了他3日。终于在方才，老六配合本王演完了这场戏。所以说他是故意借的这一剑。不错，以生死相抗，本王就没有理由再逼迫他了。父皇那边，本王也可以交代了。殿下早就想到这一层了。谁又真的想让萧楚河回到天启城？那些年，所有的皇子都成了他的陪衬。本王好不容易找到一次机会，不能再错过了。是藏民鲁莽了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，本王也开始算计得失。老六比本王早知道这些，却从来没有改变过。白王来得匆匆，去的倒也迅疾。既然事情已了，就不多打扰城主了。白王很像当年的景玉王啊。父皇当年的封号，不敢妄提。哼，只可惜，萧瑟一点都不像当年的琅琊王。是吗？听很多人说，老六的风采跟当年的琅琊王一样。哈哈哈哈！那可大不一样啊！琅琊王是个君子，凡事喜欢讲道理，以大局为重。老六呢？哎，去他的什么大局为重！我开心，我舒心就行了。本王明白了，告辞。请。殿下，少汉那边的消息已经到了。一切顺利吗？少汉说一切按计划执行。好，那么此行我们就先去一趟无双城。有客自远方来，愿拜会叶宗主。知道那蓬莱丹很金贵，但是你看这小城里也没什么人认识，是吧？而且你救人一命也算是积德行善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！松开！我以前也学过一些医术，谁说救人就一定要用我的蓬莱丹？你个横货！你还学过医术呢？哎，你以前究竟是什么人呢？轻功又好，赌术又高，还会医术，哎，你太厉害了吧！行了，能不能别说了？哇，你能不能教教我呀？是景霞冲动了，请皇兄原谅。不是冲动，是不对。景霞只是想帮二哥。这个世上有很多人，为了利益可以不顾一切。这样的人不必多说，我们天启城遍地都是。还有许多人，为了情义可以不要利益，
他们心中有信仰，有执念，他们不愿自己身上沾染半点尘埃。他们可以为之生，也能为之死。萧楚河就是这样的人，所以他才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。我敬佩这样的人，可我成为不了这样的人。他是无瑕的，而我终究是有颜色的。不过这个颜色也只能是白色。我有不能打破的原则。景霞，知道了。少汉那边的书信到了，大概是陛下一直问我们为何还未归城。宫中其他皇子有什么异动？其他都正常，除了赤王萧雨，他一直称病不出，已经有1个多月了。哼，那个施九王爷，景霞，不能小看赤王。虽然现在就你们2人被封王了，可是皇兄你是凭借自身的才识啊，那小雨凭什么？还不是凭借自己的母妃，深受父皇的宠爱。很多事情不能从表面上来看。赤王萧雨可是个很可怕的敌人。你刚才还有一件事情说错了，被封王的不止我们2位。您是说永安王萧楚河？暗河已经说了。他们对于他的追杀是不会停止的。要我说，你不如顺水推舟。放肆！刚才我跟你说的，你都忘记了吗？可有联系到大师傅？属下已经让人尽力去寻了，可是怒剑仙前辈的行踪太难追踪，只知道他在快到唐门之前离开了。希望能够及时联系到大师傅。能阻止这一切的，只有他了。大夫，怎么样了？心脉已断，准备后事吧。告辞。大夫，自有神仙庇佑，一定会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我现在只信大夫。是。看来现在只有药王新百草才能救他了。我去找。大人，外面有人给了一瓶药，说是服下之后便能痊愈。蓬莱丹。蓬莱丹是什么？天启药王殿里的圣药，只有皇室宗亲才有资格服用。他们几个人？哦，2男1女，女子手拿一把长枪，另外2个男的，一个红衣，一个青袍。是他们。萧瑟、田乐、雷无节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这才几日没见，就这般想念了？你是不知道，没有你的日子，我们是走到哪儿被打到哪儿。啊，原来是被打了，才想起你大师兄的好。不是，哎，大师兄竟然在这儿，那叶姑娘岂不是也在啊？难道那个要治病的人是若依？若依，蓬莱丹正在帮你清除血脉里的郁结。我知道这很痛苦，但如果是你，一定没问题。忍住。一直没来得及跟你说一句，久违了。先好好休息吧。哎，怎么样，萧嫂？若依她怎么样了？暂时没事了。你和叶姐姐从前认识吗？你似乎对她的病十分了解，而且刚刚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，她说久违了。我们2个从小就认识。啊？
那你们之前明明相见了，为何不相认？莫非曾经是情侣？什么情侣？我们俩只是旧相识罢了。过分！过分！好了，你们几个跟我出来一下，我有事情要跟你们商量。什么过分？哼！所以唐门是打算就此判处雪月城。虽然我不知道老太爷的具体打算，但是很明显，他们不想继续与雪月城保持盟友关系，而且已经有了更好的选择。师兄，这可不是什么小事儿，你赶紧回雪月城禀告三城主吧。我不能回去。你还没做决定？不是。唐门是我的家族，雪月城是我的师门。我并不想背叛任何一个，我只想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。不回雪月城，是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做。什么事儿啊？雷家堡马上要召开英雄宴，但现如今他们并不知道唐门的变故，而这场英雄宴很有可能是唐门反叛的开始。我已经传信给雪月城，怕是来不及。所以，我要亲自去一趟唐门，阻止这一切。可这件事很难。的确，这件事并不是我能做到的，但是只要尽力，就不会有遗憾。大师兄放心，你还有我们呢。关于若依的事，我刚才探了他的心脉。他之所以能撑到现在，是因为体内有股真气，而这股真气很熟悉，是无心。无心？他在哪儿啊？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吗？我们遇到一个奇怪的剑客，穿着一件黑色披风，手里拿着一把出奇大的剑。无心暂时拖住了他，所以我才能带着叶姑娘先行离开。难道是他？严战天、唐门都出动了，这幕后策划的人难道是二哥？可按二哥的性格，怎么会和暗河有所勾连？莫非是萧瑟，你认识啊？怒剑仙。怒剑仙严战天，江湖冠绝榜上排名第3，和我姐齐名的剑仙。可是无心怎么能打得过他呢？我已经观察过了，无心的功力比之前更厉害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现在至少已经进入了逍遥天境。就算打不过，脱身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怎么了？你觉得无心不是怒剑仙的对手吗？不，我只是想到另外一个剑仙，刘无节。啊？雪月剑仙为什么还没有消息？对啊。唐门3大高手，唐寅、唐烈、唐月，你们来此也是为了杀我？唐门和暗河这样的联手，还真是少见。我想这是出自苏昌河的手笔吧。我从第一次见他我就知道，他的野心一定会毁了他自己。李寒衣，你这话说的未免狂妄了。狂妄？哼，不过是暗河的2位家主和唐门的3大高手，杀了便是。暮云，都说北离用剑，南绝耍刀，是时候让世人看看自己的愚昧了。好一柄铁马冰河！
所以名为血奇刀，是因为我7刀之下必有亡魂。我已出了6刀，这一刀下去你还不死，我就要改名字了。哼，不必改名字了，因为你今日就要死了。血月剑仙李寒一，你似乎有些太狂妄了。我还有最后一刀，名杀神。他怎么突然停下了？这是修习拳术、刀术的独有心法，明脸是。他在继续浑身气力，等待拔出最后一刀。苏沐雨，上次你就没拦住我，今天你一样拦不住。这次不一样，不是我一个人拦你。既然各位要逼我雪月城到如此田地，那么就请君赴死吧！秦兄，弟子赵玉真不孝，今日定要下山了。殷师伯，世人都说我算学天下第一，可我看殷师伯您才是天下第一，怎么每次我才一动下山的念头，您就来拦我？你下不下山，何须我算？这望城山还真是个好地方，连动物都通灵性，知道我要下山了。师伯，我想下山去看一看，在山上待得有些无聊了。玉真，你师父以及望城山对你的一番苦心，你真的要辜负吗？看来是的。青霄剑我已经留下了，掌教之位还请师伯带人。等飞轩长大了之后，再传授于他吧。桃花，桃花，和我一起去找他，好不好？为了逝去的掌教师弟，我也不许你下山。师伯，你拦不住我。我本无心求道，怎爱天道强留？只求桃花林一片饮酒终老。殷师伯还有师傅，对不住了。师傅，师叔祖，你不要走。怎么，殷师叔都拦不住我，你们在这干什么？找打。飞轩，你的大龙象力也颇有所成。若想见其奥妙，须见众生。3个月之后，你再下山游历。3年之内不要回望城山。晚松，你与飞轩同去，你命中有2段誓愿，一段于我，以缘尽于此；还有一段，在江湖山野之中，那位师傅的剑术，不逊色于不，我不要什么2份誓愿，我只要师傅您1份就够了。傻孩子，我只是下山，又不是去赴死，哭成这样干什么？可是师叔祖，你说的这些话，分明是遗言嘛。我只是觉得，我这次下山，恐怕要很久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死的。我可是赵玉真，那个差一步就成仙的人。什么天机，我才不怕。为师走了，给你们带个师娘回来。师傅，我等着与您再见的那一天。他是玄剑仙，天降劫数如何？弹指可破。
已经有心仪的姑娘了。心仪的姑娘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好啊，你个骆明轩，有心仪的姑娘第一时间不告诉你师傅我。师傅，没有师傅，我心仪的姑娘她又不心仪我。师傅，你别这么激动。快说，哪家姑娘？我帮你参谋参谋。哎呀，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师傅，你别老问我了。哎，我还在练功呢。哎，你别打搅我。师傅这是受司空长风所托，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要不这样，你把他们都打下去，然后你输给千洛不就得了？真的可以这样？这次稍稍不这么卖力，不就输了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搞定了。好。怎么，不高兴的样子？不是因为这件事情。又发生什么事了？有贵客要来雪月城。既然是贵客，又为何一筹莫展？因为这位贵客，他姓萧。此时此刻，雪月城应该收到信了吧？殿下，你说雪月城收到信件后，会不会把萧楚河藏起来？雪月城或许有这样的想法，不过以楚河的性格，他是绝对不会再躲藏起来的。可是他已经藏了很多年了。他既然选择了踏入雪月城，就不会在意被我们发现，更不会再示弱了。难道殿下还真的想把萧楚河带回天启城吗？本王身上可是带着父皇的口谕。可想说什么就说吧。藏民深知殿下重情重义，可还恳请殿下好好想一想，这萧楚河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在雪月城，又怎会引得司空长风要亲自点名收他为徒？雪月城以前是效忠琅琊王的，萧楚河他也一定会利用这一点，请殿下恕属下谏言。萧楚河夺嫡之心昭然若揭，他若是回到了天启，很多事情本王无法改变。更何况，城中的那个人，或许真的不是楚河呢，真的只是萧瑟，一个客栈的老板。殿下，起来吧，给雪月城再传封信。此行我们入城，不能加以任何阻拦，不能告诉任何人。我们悄悄地入城，去会会这个叫萧瑟的男人。唉，这司空千洛的武艺现在可真是惹不起。你明明可以再躲，怎么放弃了？我若是想脱身，这袖子怕是废了。光这袖子，200两银子呢。你就为了一条袖子，命都不要了？一看这龙须针就知道是大师兄大驾光临了，还打什么呀？再说了，我在这外面被追了1日了，难道回来屋内还得接着跑不成？这平日里只知道你的轻功卓越，今日一试探之后，才发现你的反应跟敏锐也是一绝，只是没有内力罢了。说这个干什么？哎，我和大师兄白日里做了一个决定。别说了，你们的决定我拒绝。你都还没听呢，怎么就拒绝了？因为我已经猜到了。啊？此行一路走来，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。大师兄，你莫不是想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吧？我们只希望萧老板为我们雪月四节的情谊做出一点牺牲。什么雪月四节？哎呀，我取的名字，真难听。相信我，
我们的计划万无一失，简直天衣无缝。上啊！打他，打他！你还真当热闹看了？现在还能再看看热闹，一会儿怕是要针锋相对了。千洛，这么多上场的弟子之中，有一个你能看得上的吗？这些人的武功，在我手上，3枪都走不过。挑选夫婿也不能专看武功啊，长相呢？长相，连雷无杰都比他们强100倍。雪月城弟子胜。兄长，你看下面这些人，没一个是我的对手。无趣的游戏到此结束，我先去替兄长略阵。这是谁啊？段家豪子。段宣衡胜。来的是何派弟子？原来是贵客莅临，3城主已经交代过了，有请贵客入城休息。这雪月城今日是发生什么大事了吗？为何街道上空无一人？今日是我们3城主千金比武招亲的日子，大家都去看热闹了。此刻3城主应该在演武台看比武招亲呢。比武招亲？对。臧明，臧明在。难得碰到这样的盛会，我们去看看。好，走。慢点。萧瑟，你快下去吧。跟这种人打，脏了我的手。现在再不上，怕是来不及了。对啊，你看，没人应战了，这都没人上啊。萧瑟。骆明轩，雪月城最美长老尹落霞座下弟子骆明轩前来应战。哼，原来骆明轩一直也暗恋千罗师姐啊，在这危急关头挺身而出，拔得头筹，着实是令人感动。是啊，这我倒是没有想到，这个骆明轩一直跟着他师傅混，平时跟我们也没什么交情，没想到啊！那就好好看他的表现吧。你好像很有信心的样子。要不要咱们下个注啊？我赌我赢，100两银子。好，那我赌你死，200两。哎，萧瑟，你觉得他们2人谁会赢啊？骆明轩吧。为什么？他这赤手空拳的很吃亏啊。这个骆明轩学的是落霞断焰掌，长江都断得开，何况是一把破长剑。说的也是啊，看来这一次是骆明轩要跟千洛师姐成亲了，真是遗憾。你遗憾什么呀？哎，那我当然是希望你和千洛师姐成亲了，你们俩这么般配。你看啊，千洛师姐性格直爽，你一肚子坏水，你们俩要是结合了，才是人间正道呢。滚！真不可说。雪月城弟子骆明轩胜。承让了啊！段家段宣义，请指教。这家伙来了，他很厉害吗？在这年轻一辈当中，有绝对胜算的也只有唐明了。单看方才骆明轩那一掌的威力，胜算也不小。哎呦，段家少主，久仰大名。你能胜过我弟弟，也算有几分能耐。可我这一关，你过不去。
回事啊？骆明轩中毒了。啊！师兄，没事吧？师傅，怎么样？师傅，对不起，是徒儿大意了。原来这场比武招亲，雪月城长老也可以下场吗？我替我徒儿认输，这场段家段轩一胜。尹长老，我看一下，此毒为3寸蛇心，并不会伤及性命。尹长老放心，半个时辰之内，我必将此毒化解。那便多谢了。可还有人愿意上来挑战？卑鄙无耻之徒，还敢这么趾高气扬的说话！哥，连骆师兄都败了，我们之中还有谁能打得过这个段轩逸？就是啊，简直太无耻了，居然用毒！殿下，我们可能来晚了。哦，难道已经结束了吗？似乎是的，应该不会再有人上台挑战了。伽罗，段轩逸不是雪月城的弟子，你不能下去挑战的。可阿爹，他用毒。没有规定不能用毒，更何况，用毒的不是段轩逸，而是上一轮跟骆明轩比武的段轩衡。哎，你怎么下去了？不是你们非让我下来了吗？不是，以你的性格，不应该让咱们3番5请，你才别别扭扭、不情不愿的下去吗？闭嘴！怎么可能？他怎么会上去啊？谁上去了？你是谁？雪落山庄，萧瑟。你就是那个被枪签收为弟子的萧瑟。你说是就是吧。殿下，有一个问题，现在已经有答案了。是楚河上去了吧？是的，堂堂6皇子萧楚河，现在竟然在雪月城参加比武招亲。我听着那个拿扇子的人，武功不是很强。老六为何一直在躲呢？看不明白。24桥扇，阁下轻功卓越，见识也广，只可惜光靠着躲是赢不了我的。赢不赢得了，走着瞧。6皇子的踏云波比起当年更强了，但从他的身上我感受不到一丝内力的波动啊！难道老六的武功真的全被废了？我已看穿你的步伐，10招之内，你必败无疑。那你就试试。雷门霹雳子，1颗让你们脑袋开花，2颗送你们回家。回家！说谁自己？说什么自己？你作弊！你用雷门火器，你们还用毒呢！你闭嘴吧你！萧瑟，把那霹雳子都给我扔出去！好。我路上用的太狠，就这2颗了。你去死吧！干得漂亮！好，这道阎王帖挥得果然漂亮。来，我和大师兄商量了一下，决定拿出我们各自的法宝，助你旗开得胜，拔得头筹。什么法宝？我的2粒霹雳子和大师兄的3道阎王帖，可值1000两银子呢。这3日呢，就由我和大师兄教你使用这火器和暗器。一个会着天下第1轻功的人，同时拥有着雷门的火器和唐门的暗器，你说谁能胜得过你？对，